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 K， 欢迎来到本期剑评。最近我收到了银城的 D84啊，在这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这把键盘做的怎么样。首先简单的过一下配件，防震罩、拔键器、一根数据线，还有一个体验包，都是用包装给封好的。防震罩稍微软了一些，看起来不太结实。然后来看到键盘的本体啊，我手中的这个配色叫红白机，键盘的整体有非常多的复古元素在里面，比如这个像素风的键帽制服，还有空格键上面的游戏秘籍。外壳和键帽的配色有点类似于老旧游戏机外壳氧化后的颜色，而且键盘的两边是可以拆卸更换的，后期据说是可以和一些 Pad 组合在一起使用。键盘的配列是非常规的84键，右上角空出了一块区域用来安放这个 2.4G 的接收器，还有键盘的开关。左上角的 ESC 稍微上移了一点，和 F 区以及主键区隔开了一个位置，对使用上是没有太多影响的。最关键是左下角这里的 Win 键缩短了一格 ，Ctrl 右移，这个改动对一些游戏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。比如说我经常玩的 Apex 就需要这个 Ctrl 键来做一些滑铲动作，会用手掌这个地方去抵住这个 Ctrl 键啊，这也是我比较方便、比较喜欢的一个操作吧。但在这个键盘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，可能会劝退一部分的游戏党。背面是两段式脚撑 ，Type-C 接口做了内凹的处理，而且有一个3向的导线槽，在插线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么方便啊，但是相对的可以保护电源接口不受到外面的一个磕碰损坏。键盘一共有3条 RGB 灯带，一个是在键盘的顶部，还有一个在正面和底部。顶部和底部的灯带亮度是要稍微低一些的，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键盘的灯效。键帽是原厂高度，接触面积会比普通的原厂高度更加的大一些，上手同样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的。五面热升华做得非常不错，字符没有印歪的情况，而且晕染控制的也非常到位。触感的话是偏干爽的类型，看打油能力还要画一个问号。键盘的轴体方面使用的是佳龙的居红轴，45克的触发压力。佳龙的轴体顺滑度是不需要担心的，内部给了非常多的油，带来的问题就是个别的轴体可能打多了，触底会有一定的粘滞感，而且偏肉。大键方面，几个大键的表现都非常不错，没有杂音，而且触底干脆。回车这边的声音略微有些奇怪，我开始以为是键帽做的太过于扁平了才会导致这样的声音，就稍微把两个键帽调换了一下位置，结果还是会存在这个问题，那可能就是卫星轴本身润滑的一个问题了。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把键盘的定位板表面是做了阳极氧化处理的，而且在内部也有硅胶的填充，在一些很难发现的细节方面也非常值得花钱，这一点好评。最后再来说一下键盘的无线方面，3700毫安时的电池，在我收到的这几天的使用时间里面，我断断续续使用了4-5个小时，到现在也还剩90%以上的电量。大概算了一下，无线模式下不开灯的话，用1-2个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FN 加退格键就可以直接查看键盘目前的一个电量，一共有10格，代表10个百分比，非常简单但是实用的一个功能。无线连接的稳定性方面，我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码一段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漏字或者是明显延迟的情况。整体看起来，这把键盘在设计还是在内部用料上都可以算是非常走心的。在外观美丽的同时，价格就可能不那么美丽了，是599元，而且用的还是佳龙的轴体，相对的看起来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。也不能说它不值这个价，只是说它把价格更多花在了捉搭属性这一方面。它的轴体输入体验是没有 TTC 这类更高端一些的轴体好的。这几天官方那边也有询问过有没有什么改进意见啊，我也把这个问题给反馈上去了。也希望以后可以推出 TTC 轴体的版本吧。好了，那也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